回过头来想啊，我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些战略的地缘战略这帮高手，水平的确是非同寻常啊。刘易斯早在20年前，92年就已经看到了今天中东乱局的根源，啊，甚至预测了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这眼光该多毒啊！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这就像高手下棋啊，人家能够看出20步以外的棋子，而我们呢，往往只看2、3年以内的事情，就是人家看20步，你只看2步，那这个棋还怎么下呀？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未来中东局势真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啊，也就是变成一场大混战，然后冲突持续几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不说，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包括整个的西向的这个发展战略，将全面受阻，这个麻烦就太大了。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对中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思维能力的考验啊，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中东乱局本身，更是要跟引导中东出现乱局背后的那些全球顶尖高手过招啊。所以人心有多险恶，江湖就有多险恶。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出发去印度考察印度的历史和文明，包括它的现状啊。为什么要考察印度呢？如果我们从地图来看，印度啊，实际上是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国。未来的印度在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整个的它这个社会包括政府吧，一直在大力推广东正教的复苏，也就是要用东正教的传统来给新的俄罗斯奠定一种信仰的基础，让社会能够重新这个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信仰的平台。所以我们会看到啊，现在在俄罗斯重大的国务事件啊，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总统就职仪式啊，都要把宗教的这个教皇啊，也就是在东正教中叫大牧首请到现场。同样呢，在宗教的一些重要场合，总统或者国家政要要出席。普京就曾经公开的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在电视上啊有一次说，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这话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俄罗斯这个民族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存的地理条件，它是地处高纬度的高寒地区啊，靠近北极。这个地方啊，冬天时间特别长，白天很短，黑夜漫漫，而且整个它的生存环境是到处都是大森林，然后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那样一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俄罗斯人的与生俱来是什么性格呢？坚韧啊，然后呢是顽强，同时呢还拥有着这种保守这几个明显的特色。那么当东正教从公元988年传入俄罗斯的时候，东正教的很多它的神秘主义的倾向跟俄罗斯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它天然形成的这种文化的基因相融合，就产生了非常独特的俄罗斯东正教。它这个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盛行苦修。在俄罗斯这种超强的这种忍耐性，它跟这个东正教的苦行一结合之后，就使整个的俄罗斯的民族啊精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记得以前俄罗斯啊有个老片儿，就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一个场景啊，就是5个红军的女战士准备伏击德军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湖边，在那个2个湖之间呢，有一个很老很小的一个房子，那就是一个修道士曾经来居住过。然后你看那个当时那个场景，白桦林、忧郁的远山，伴随着这种非常的悠扬的这种琴声，就觉得那个场景啊，真是美得让人心碎啊！你如果能看懂这个画面所给你的这种感受，你就能真正理解俄罗斯人的这种心态。所以他们的这种精神，俄罗斯的这种韧性从哪来啊？就是从东正教和它天然的这种民族的特性中融合而来的。东正教的苦行主义好比一个磨刀石啊，俄罗斯那种对痛苦的忍耐，他们认为什么呢？越是痛苦，表明你的信仰越坚定；越是忍耐，表明你得救的道路越光明。
所以他们崇拜、他们崇尚苦行主义。这种韧性在东正教的磨刀石上反复被搓磨了上千年，已经完全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它这个民族底蕴就跟西方的很多国家非常不同，就是对于忍耐、对于痛苦的承受、对于牺牲的这个强大的这种神圣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向，这是西方很多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俄罗斯、认识俄罗斯，就必须要深入的去领会、去体验他们这种东正教对于俄罗斯这种韧性所带来的民族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地方。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整个俄罗斯这个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危机之中啊，军事对抗，同时呢，西方的这个舆论的围剿，包括油价暴跌、卢布暴，可以说普京啊，现在不仅克服了经济上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困难，而且立住了脚。我称之为普京在莫斯科城下已经扛住了货币战的第一轮攻击，他没有倒下，俄罗斯也没有陷入所谓的经济崩溃。提到他认为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普京这个判断是非常的准确的，原因有5个。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内部的恐慌已经被完全克服了。我们想象一下，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俄罗斯的市场一片哀鸿啊，所有人都非常的紧张、恐慌啊。现在这个情绪已经被消除了，整个市场中，金融市场啊，最害怕的就是恐慌。一旦你有这个情绪，你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它就会产生强烈的这个传染作用。这就好比是金融市场中一种涌现的效应，最后整个市场就会雪崩，大家纷纷逃命啊！这个价格，股票市场也好，这个货币就会暴跌。货币战，包括这个真正的军事战，其实最重要、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自己，是自己的恐慌情绪。所以，当俄罗斯金融市场暴跌、卢布市场暴跌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中央银行大幅提高利息。当时从10%一口气拉到17%呀，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在金融恐慌之中啊，其实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做空者。什么叫做空呢？就是他一看到卢布在暴跌，那么他就首先去市场中大量借卢布，借了卢布之后，我使劲往下砸。这样的话，卢布跌下来之后，跌到很低的时候，他再把卢布买回来还给借钱给他的人。中间的落差就是它的利润，这帮人在中间使劲的做空卢布，使得整个市场陷入了一个崩溃的这种边缘。所以中央银行一口气把拆借利率拉到了17%，这就使得这些投机商面临的巨大的压力。因为你要借钱，而借钱的成本现在变成了17%，这个时候投机商就陷入恐慌了。操作不小心，市场如果反转的话，你就很可能会被高利率所吃掉。所以这些人就被迫赶紧的在市场中买入卢布，这叫清仓，退出战场。所以说，在2014年12月底，俄罗斯整个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确实差一点崩盘。如果没有央行这次大规模的干预，也就是这个急剧提高利息，这2亿这个反突击的话，这个市场就真的悬了。所以到今年的1月份，俄罗斯的卢布它这个战线才初步的稳定下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慌结束了。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即便是在今年1月份，俄罗斯的卢布稳定下来之后，但是这个战线仍然非常脆弱，不堪一击。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俄罗斯等来了一个重要的天时，国际风云突变。当时很多人认为会从42跌到20多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沙特今天要干嘛？沙特今天要打仗，沙特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他又不是美国，美国打仗可以靠印钞票、印美元嘛？沙特没有这个印钞权呢，他必须得靠石油换来巨额的石油收入才打得起这个战争。但是去年的石油暴跌使沙特的财政陷入巨额的赤字，他的收入大幅减少。今年还要打这么大规模的战争10几万人10几万人打仗要花多少钱？我们跟美军做个对比吧。美军一个人在阿富汗
他的战争的费用一年是50万美元，10几万大军一年烧钱6、700亿美元是很正常的。如果在伊拉克再加上阿富汗，这个数字得加倍啊！沙特那帮人再加上他的10国联军，他的消耗不可能这么大。但是如果这个仗久拖不决，这笔重要的财政负担谁出啊？一定是沙特出啊，因为他的小兄弟们没钱呐，对吧？你要不给钱不给军费，我凭什么给你卖命呢？所以这些账最后都要算到沙特头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财政负担包括庞大的军事开支会使沙特承受不住的。这就是为什么一打仗，沙特卷入战争，大规模轰炸，石油价格被拉起来了。哎，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沙特对于石油价格有这么大影响力吗？哎，你最好看看去年的新闻吧。沙特只要说一句话，我们拒绝减产，就这么一句话，当天石油价格就会暴跌10到20美元，它对价格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战争，也门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哎呀，这又是国际风云的突变，给普京带来一个重大的帮助。正是由于沙特卷入之后，石油价格反弹，使得整个卢布的战线终于稳定住了。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恐慌结束了，货币开始反弹了，整个经济局面稳定住了，这就带来了第3个原因。第3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俄罗斯惊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恶性通胀。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啊，俄罗斯的 CPI 也就不到5%，很低啊，当然比欧美要高，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算很严重。它的通货膨胀什么时候失控的？就是在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特别是12月份开始暴涨。原因很简单，暴涨的原因是因为卢布的信心崩溃了啊！卢布信心崩溃，老百姓不敢持有货币，那就到街上去抢东西啊！这一抢，这物价不就飞涨了吗？这是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是由于俄罗斯它是向西方来进口大量的商品、工业消费品，主要从欧美进口。你俄罗斯的卢布暴跌之后，好家伙，你进口的物价就飞涨啊！这叫进口这个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开始失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对这个遭受西方制裁之后，它进行反制裁，也就是凡是欧洲的你的粮食啊、你的这个食品啊、你的肉啊、你的蔬菜，我都不进口啊。这样一来，使得俄罗斯内部的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啊，因为它自己的不够。欧洲它又这个反制裁，好，食品没有了，那物价就会连番上涨，而且会带动一种恐慌效应，所以通货膨胀失控了。现在呢，你只要把卢布稳定下来，通货膨胀的失控通货膨胀就好像风筝一样，就像断了线一样，马上通货膨胀、恶性通胀就会丧失这个动力，飞不起来了。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来看现在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啊，本来在今年3月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一个点，16.9%，但是到4月份呢，通货膨胀下来了，到了16.4%。如果我们再从月度环比来看的话，那就看得更明显了。从今年2月份以后，通货膨胀逐月上涨，这个幅度呢是2月、3月、4月每个月减半，可以说通货膨胀上涨的力度已经大幅缓解了。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卢布稳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央行对未来的估计是什么呢？就是到明年的4月份，2016年4月，整个俄罗斯的 CPI 会降到8%，到2017年会掉到4%。我认为这个分析是靠谱的，因为全球都在通缩，俄罗斯只要货币稳定，它的通货膨胀一定会掉下来。没有了通货膨胀，整个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很多悲观的预测，包括老百姓会起来造反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再成立了。这是这个第3个原因。第4个原因啊，我们来看现在，由于恐慌结束了啊，卢布开始反弹，所以这个时候金融市场开始恢复秩序，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去年认为俄罗斯要这个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市场会崩溃，但现在没有。这个金融市场这个秩序一旦恢复之后，俄罗斯央行开始大幅降息，本来是17%啊。这么高的利息，你虽然是把投机商给干掉了，但是你自己的经济也会被你干掉，因为太高。所以今年年初，俄罗斯开始连续3次大幅降息，从17%降到了12.5%。按照常理来说，你要一降息，那么卢布的币值对美元来说它一定会贬值，但是没有
由于大家对俄罗斯经济的现在的信心开始逐渐的恢复，所以在降息的同时，卢布对美元居然升值了20%啊！去年对美元是被腰斩，是全世界最差的货币之一。今年呢，是成了全球表现最好的货币。哎，就这么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呐，整个乾坤逆转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货币稳定住了，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它的股票呢开始大幅反弹。俄罗斯在最悲惨的时候，去年12月份的时候，整个俄罗斯的股市跌到了多少？市盈率跌到了只有5倍。大家想想看，中国的创业板市场动辄是200多倍啊，俄罗斯的这个股票市场居然跌到了5倍。俄罗斯这个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呀？那是真金白银，那是干货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呐。中国这个创业板和很多其他这些股票背后是 PPT 啊，是故事啊，这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市场超级便宜，便宜的可以说是非常悲惨啊。所以你会看到，3月份，像罗杰斯这样的一大批国际投资人，一听到沙特开始轰炸也门，立刻杀入俄罗斯的股市去抄底。这帮人太聪明了，你想想看，5倍的市盈率，现在反弹了30%，现在平均市盈率才6.7倍。我的天哪，什么叫价值洼地啊？还在看巴菲特的书去追求价值洼地，最大价值洼地在哪儿？就在俄罗斯的股市啊！所以大家如果投资理财，如果说是要资产配置，你如果居然能够忽视俄罗斯的股市，说明完全没有眼光啊！这就是它巨大的吸引力，价值洼地。哎，当然我们能看到，国际投资人早就看到了啊，人家在3月份，国际资本就开始大幅度的回流俄罗斯。所以从这几个方面4大原因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已经稳定住了，恐慌没有了。这就带来了第5个原因。第5个原因是什么呢？本来西方预测通货膨胀啊，恶性通胀失控了啊，然后老百姓会上街造反，然后会推翻普京，这是他们的预言。结果呢，你会发现这个预言完全不靠谱。现在普京在国内的这个支持率是86%，比1年前，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还要高。这是为什么呀？哎，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俄罗斯民族它的民族韧性。你以为给他制造经济痛苦啊，你给搞经济封锁或者说是这个金融制裁吧，俄罗斯肯定经济上会痛苦嘛？认为这种痛苦会使老百姓起来推翻普京吗？那这个问题就想错了。90年代俄罗斯是爆发过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当时俄罗斯啊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带着一帮昏头转向的雄狮。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雄狮，带着一大群心明眼亮的雄狮，这完全是2个国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些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哎，所以现在俄罗斯这种国内的团结或者他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一旦形成，我们来想想2战吧，希特勒多么厉害啊！你打垮了俄罗斯吗？打不垮。所以你想用经济制裁、经济痛苦来使俄罗斯发生内乱，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靠谱的。所以，普京判断俄罗斯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当然了，最危险的时候过去，并不等于你经济痛苦过去，这是2码事儿。比如说，今年第1季度，俄罗斯的 GDP 下降了1.9%，全年呢估计下来可能要衰退个2%到3%，到2016年恐怕才能恢复到0增长，啊，剩下2017年之后，经济才能恢复正常。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变数就是乌克兰战争会不会再进一步升级。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参与方的他们的心态吧。普京啊，对于普京来说，他在2014年已经顺利的回收了克里米亚，然后呢，现在乌克兰内部停火协议已经签订，他的全部的战略目标已经胜利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没有任何的想法想要刺激乌克兰，要把这个
冲突再升级，这是他绝对不想干的。他现在想的就是尽快跟欧洲恢复关系，尽快解除经济制裁，发展经济，恢复经济，这是他的重中之重。那么乌克兰现在经济状况比俄罗斯就惨多了。第一季度啊 ，GDP 已经衰退了15%，然后它的货币呢，乌克兰的货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惨的货币，去年被腰斩了，今年头3个月又贬值一半。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乌克兰内部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一个恶性失控性的通货膨胀。现在它的通胀率已经到了45%，央行没有办法加息加到了30%，那你可以想象整个乌克兰经济就垮了。它的外汇储备现在只剩几十亿美元，整个国家内部的政局乱成了一锅粥。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呢，它已经被经济折磨垮了。它是本身既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想法再去挑动这个内战，不想干了。现在唯一的变数是美国，美国的态度是导致乌克兰问题下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人现在很纠结，因为他们内部这个也在大讨论什么呢？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锁定俄罗斯作为首要战略打击对象，第二个选择就是尽快结束在乌克兰问题上跟俄罗斯的对峙，然后收紧力量，集中起来对付中国。这是现在美国内部争论的最厉害的一个话题，是不是要转向来对付中国，还是继续收拾普京？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决定了乌克兰下一步的走势。我们现在假设美国继续锁定俄罗斯普京作为首要打击方向，那么2014年发动的第一次货币战只是第1轮攻击，它就一定会有第2轮。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再次展开货币攻击的话，它的力度跟第一次相比，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第2次这个力度比第1次一定会衰减不少。为什么呢？因为2014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当年的战况很特别。第一是乌克兰危机，就是它的政变突然爆发，谁都没有思想准备，包括俄罗斯在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后又是马航事件，到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干的。然后紧接着是这个全世界的舆论围剿普京，再加上经济制裁，再加上金融制裁，这一环套一环。后来就是石油暴跌，导致了俄罗斯的这个卢布险些崩溃，金融市场险些崩溃，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制造了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内部恐慌。这种条件，这样的一种冲击的力度，可以说是造成了闪电战的打击效果。但是现在2015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俄罗斯已经挺过了第1轮打击，他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包括整个俄罗斯已经经历了经济制裁、金融制裁，这个时候他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了，所以打击的突然性不存在了。第二呢，你油价暴跌50%，2014年出现过一次，2015年这个油价已经跌到60美元左右，再跌50%，恐怕这个可能性非常之低。再跌50%，谁先出问题啊？沙特先出问题了，对吧？虽然它生产石油还能赚钱，他这个仗怎么打呀？再说他现在财政赤字已经如此之高，再加上战争，这个赤字会更厉害。再跌50%，沙特就没有钱去维稳了。他现在之所以还能稳定，是因为政府掏了大量的钱去这个相当于维稳，所以沙特内部没有出问题。油价再跌50%，沙特先出问题，那么全世界的整个这个局面就混乱了。所以我觉得今年油价如果下跌，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出现那么大幅度的下跌，所以这个因素又得以避免。另外呢，经济制裁已经搞了1年多了。你现在欧盟由于制裁俄罗斯，现在欧盟自己都快内部分裂了。你像希腊这个问题，为什么希腊现在跟俄罗斯在接近？就是因为它断队了。这个欧元区你们再不给我这个救助的话，我就脱离欧元了，我要加入俄罗斯这边了。所以由于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你会发现欧盟内部冲突矛盾越来越激烈。像意大利公然宣布像法国这边都是公然抗议说不能再这么干了。这种内部的矛盾大大的削弱了经济制裁它带来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震撼力。所以你要再来一轮制裁，再来一轮货币战，它的力道是赶不上第1轮的，第3轮会不如第2轮，它是一波一波，就是这个士气会逐渐的消失掉。所以俄罗斯即便是有这种问题，再发动第2轮，再发动第3轮，它也能挺得住。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见底了，就是这个判断。另外呢，其实这个石油暴跌呀，还包括经济制裁，对俄罗斯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件坏事，因为俄罗斯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解体以来，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很难调整。它的主要的优势是在于能源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是它两大强项。消费品工业起不来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价格啊太高，对吧？它卖石油很容易能赚钱。那我为什么这些优势的这些资本呢、这些人才要转向民用工业呢？转向消费品工业？我不用啊，我卖石油来钱很容易啊，然后我从西方买这种高档消费品不就完事儿了吗？哎，这个叫石油财富诅咒。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石油的这个生产国都有。现在情况变了，西方人不卖了，对吧？你也没钱买了，这就导致俄罗斯内部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真空，工业消费品没了，西方的这个货没了，这就使得这个出现这个情况，对于国内的生产厂商来说，那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这比关税保护还管用。你完全是经济制裁，导致它什么货也进不来了，那会出现什么现象？就是我只要能生产民用消费品，我的利润就会非常高。哎，这种现象就会出现，使得大量的石油财富向民用消费品工业进行大规模转移。俄罗斯要搞民用消费工业，它有好几个优势啊。第一，俄罗斯的劳动力的素质可以说是新兴国家里面最高的。俄罗斯平均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甚至跟所有发达国家相比是毫不逊色呀。这帮人以前都在能源工业、都在军事工业猫着，对吧？那个地方挣钱容易。现在好家伙，你这个民用消费品能挣这么多钱，这些优势的人才就会转入这个行业，创业或者就是生产民用工业，他能挣很多钱，他为什么不来啊？这些人都是搞导弹、搞飞船、搞核武器的，这个智商绝对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一旦转入民用工业，手机生产不了吗？或者他这个民用这些消费品生产不了吗？对他们来说是小儿科呀。这是它的一大优势，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包括它的成本啊，跟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它还有个优势，就是它自己本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它的能源成本比其他国家更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几年下来，它的民用消费品这个工业就会茁壮成长啊。所以你制裁吧，制裁在3年5年之后，你会发现俄罗斯的消费工业大幅的崛起，这种可能性现实存在着。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整个经济转型，以前政府号召，哎，大家去搞这个消费品工业吧，号召不动，但没人听。但是经济制裁来了之后，啊，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制裁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这种力量，这种市场的力量，包括利润啊，包括这个未来这个投资机遇，它所带来这种诱惑的力量，要远比行政力量强大很多。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啊，它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份见的底，通货膨胀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啊。从那之后，通货膨胀将会逐渐下降，而它经济的痛苦虽然还会持续1到2年，但是这个地方是它的底。所以作为投资人呐，特别是观看宏观的这些人啊，都是有眼光，然后也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大家在投资理财的时候，特别是投资的时候，不要只盯着伦敦呐、纽约那些炒上天的房地产，那还有什么炒的价值啊？没有价值了。你得发现价值洼地啊！哪是价值洼地？俄罗斯的股市现在就是全球股市最大的一块价值洼地。有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眼光？这个是很多投资人啊，庸庸碌碌的投资人和聪明的投资人之间本质差别在这儿。永远不要跟着大势走，永远不要跟着大多数人的共识走，哎，你才有可能在股票市场上真正发大财。好，今天关于俄罗斯，包括俄罗斯的经济，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的很多战略家，或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这些战略，是在把整个中东诱导到这条轨道上去。这是一条可以说是灾难和毁灭之路啊，让这些国家最后碎裂，然后在碎裂之后发生彼此之间的冲突、战争，持续几十年，最后打得双方筋疲力尽之后，再由跨国公司进来收拾残局，重新整合中东地区。也就是说，商业帝国将最后主导中东地区啊。为什么他提出了这样的一种类比？就是欧洲30年战争
那是400年前的事儿，跟现在的中东冲突有什么类似呢？第一，这2场冲突啊都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啊。你比如说当年的欧洲30年战争吧，它的起源是由于马丁路德在16世纪初进行了宗教改革之后，那么在整个德意志地区啊，这个好几百个诸侯国形成了2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天主教派，另外一个是新教教派。这一点跟现在的中东地区很像，现在中东也分成了2大派别，一派是逊尼派，一派是什叶派，然后双方征战跟当年情况是一样的。第二个类似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由区域战争不断的扩散，最后变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战争啊，它会扩散，会升级。当年的30年战争，欧洲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德意志的这些诸侯国里面啊，分成2派，分成2个同盟：天主教同盟和新教同盟。天主教同盟背后是谁啊？这个神圣罗马皇帝哈布斯堡王朝啊，再加上西班牙，背后呢当然是罗马教皇在声援，这是组成了一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既得利益。新教同盟背后啊，它也有大国支持啊，法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除此之外呢，还有丹麦、瑞典啊，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最后这些国家全部卷入了战争啊。这一派背后啊，这个在新教同盟背后还有英国和俄国的支持，所以它也是一个这个从区域的小冲突开始，最后逐渐升级，把整个欧洲的所有强国全部搅和进去了。哎，从这点来看，它是一个重要的特点。现在的这个我们来看中东地区的冲突，也有明显的类似的这种倾向。2大派别啊，2大同盟啊，逊尼派以沙特为核心，背后包括什么呢？背后包括我们看它的盟友中间有埃及啊，有土耳其，这都是逊尼派的大国，还有海湾国家。在他们的背后呢，是美国和欧盟这大国在支撑。那么另外一派是以伊朗为这个核心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同盟，包括伊朗啊、伊拉克，包括叙利亚啊，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这又是一派，背后有俄罗斯在挺着。那么他们现在在叙利亚其实已经打成了一个好几派人同时卷入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比如说这个伊朗他的革命卫队进去了，黎巴嫩他的真主党进去了，再加上叙利亚，它已经形成一个联军啊。那么在这个对立方啊，我们看到所谓叙利亚的反对武装中看到了沙特的身影、卡塔尔的身影，还有土耳其的身影。那么双方这种交战，最后也带有强烈的可以升级这种色彩，也就是最后很可能把很多大国卷进来。现在俄罗斯已经卷进去了，美国呢，当然也陷入了这场冲突，所以它具备着由区域战争演变成最后全球战争的这种潜力。第3个类似啊，就是这2场冲突表面上是宗教战争，实际上是3重战争的叠加，所以它的破坏力极大啊。当年欧洲的30年战争就是这个特点。表面上看，天主教和新教在掐，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法国、荷兰啊这些大国，包括跟西班牙之间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要试图重新划分欧洲的边境啊。哎，所以它又是一场主权战争啊。主权这个概念就是这场战争逐渐孕育最后成型的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是这场战争奠定的。另外，它还是一场经济战争，因为法国、包括荷兰、这个瑞典和这个丹麦这些国家卷进去，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有2个啊，一个是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帮人看中了天主教会在欧洲庞大的资产啊。天主教会它在欧洲拥有着1/4的耕地啊，它是欧洲最大的地主啊。这些国家都想去剥夺天主教会这些土地，拥有它的财富，所以他们也卷入了战争。3重战争的叠加，宗教战争、主权战争加上经济战争。我们再看现在的这个中东的冲突，也具备3重战争叠加的特点。表面上看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在斗，背后呢，我们看到很多大国染指进来，就是想重新划分中东很多国家的边境。我们现在看到中东冲突背后啊，也是3重战争叠加呀。一方面我们看到表面上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在掐，背后是很多大国试图染指中东地区，重新划分
中东很多国家的主权边境。你比如说现在叙利亚、伊拉克啊，伊拉克已经被肢解了，已经一分为三了，叙利亚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所以它也是涉及到主权边疆的重新划分，也是带有主权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经济战争呢，当然是了，因为这些地区拥有着石油和天然气，重新划分边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它的重大的资源啊，这是最终的大奖。所以现代中东的冲突也是三重战争的叠加，宗教战争、主权战争加上经济战争，这跟欧洲当年30年战争是非常类似的。那么可能观众会问啊，伊斯兰国呢？为什么你没有提到伊斯兰国呢？在我看来啊，伊斯兰国的历史作用非常像欧洲30年战争之前的德国农民战争。当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爆发在30年战争之前，它的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毁了当时德意志地区很多贵族统治的基础，严重打击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派的这种力量，为后来的30年战争实际上是拉开了序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中东的这个问题，伊斯兰国起到什么作用？类似啊，它实际上摧毁了中东好几个大国它的中央集权政府，它把叙利亚政府给打残了，把伊拉克政府的中央集权也打残了，所以那个地方出现了权力真空。那么最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大混战。由于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这种搅局，特别是打残了2个国家这个中央政府之后啊，我们来看它释放出来一个巨大的新的这个冲击的力量，这就是在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啊，这个库尔德人现在重新武装起来，准备独立了啊，这个可能最后会导致一个更大规模冲突的升级呀，因为库尔德人要武装起来宣布独立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土耳其和伊朗的稳定，使这2个国家有可能加入战争啊。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要看一下库尔德人的历史了。库尔德人啊，号称是中东第4大民族，阿拉伯人啊、波斯人、突厥人之后就是库尔德人，人口高达3000多万。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立过，从来没有拥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也想建国啊。我以前说过，19世纪的时候啊，西方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潮传到了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各大民族都在追求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独立的国家。库尔德人也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们也想独立建国。但是呢，库尔德人所居住的地区啊，我们来看，现在主要是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境地区，处在这4个国家的中心部位。当年叫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最早呢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了大部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他的铁腕统治，导致库尔德斯坦这帮人只能追求半独立，被处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之间，当成一个缓冲地带。后来爆发了一战，一战的结果是奥斯曼帝国战败，整个帝国分崩离析，瓦解了。这个时候，库尔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真正建国的机会。正赶上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的14点原则，库尔德人深受鼓舞啊，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建国了。哎，当年还真是出现了这么一次机遇，就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针对土耳其的问题啊，形成了一个条约，叫瑟菲尔条约。在瑟菲尔条约中间，就是明确告诉这个库尔德人，在你们所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如果你们选择要独立建国，是可以的啊。所以库尔德人马上就要准备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他碰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瑟菲尔条约对土耳其是相当的苛刻。你比如说，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将被军事占领，他控制了很多关键的这个要害地区，比如说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就要被国际共管。特别重要的是，希腊和亚美尼亚将瓜分它的大片领土。所以当时突厥人一想，要是按这个条约，我们就要亡国灭种啊，我们这国家会被肢解啊，怎么办？反了吧！这就是我们看到20年代初，在凯末尔领导之下，开始跟这个多国部队进行混战啊，协约国的部队打进来了，法军啊，这个希腊军队包括亚美尼亚军队冲进来了，凯末尔带领着土耳其人，
在多条战线上分别打败了这些进攻的这个所谓侵略者，这就导致了这个局面大幅反转了。瑟弗尔条约执行不下去了，土耳其人是用武力，就是武装起义来重新获得了独立。为什么凯末尔被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他的国父就是因为这场战争。那么由于这个瑟弗尔条约被废除之后那就只有改签另外一个协议，这叫洛桑条约。那么在洛桑条约中间，它是特别有利于土耳其而不利于库尔德人的，因为在这个条约中间把库尔德斯坦进行了肢解，分成了4块，分别归属了土耳其、伊朗、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所以库尔德人本来马上就要独立了，兴高采烈了一番，结果发现美梦一场黄粱美梦实现不了。2016宏观经济趋势与选择主题演讲，优酷众筹全面开启。那么这些库尔德人呢，长期以来、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4个国家里面闹事儿，就是要求独立、要求自治。当然，这种要求肯定会受到各大国的打压包括我们看到土耳其镇压库尔德人，包括伊朗对他们这种打压，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以库尔德人这口气一直憋到了今天他们是很郁闷的。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之后，横扫了中东地区，特别是打垮了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中央集权政府，这给库尔德人带来一个重大的第2次机遇。库尔德人马上就武装起来，占领了这2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他们占领这个地区之后，实行了武装割据，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现实。但是如果他们最后真的要追求独立建国的话，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我们不要忘了，这3000万库尔德人中间，45%是居住在土耳其，另外31%是居住在伊朗。这个它是人口的多数是住在这2个国家，这2个国家一看南边的小兄弟都独立了，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也起来干吧。这样的话就会招致土耳其和伊朗卷入冲突。那当然，这2个国家会严厉镇压，或者会采取高压政策。这样的话，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这种升级就是把2个更大的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也搅和进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来看去，觉得伊斯兰国这是个重大的隐患。不过在我看来，伊斯兰国这个历史很快就要走向终结了。下一个崛起的热点问题一定是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这是一个比伊斯兰国爆炸性更强的一个重磅炸弹、定时炸弹，因为它会搅进一些更大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中东爆炸的3级火箭的态势伊斯兰国是第1级火箭，点燃它之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就乱套了，这是区域冲突。第2级火箭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要宣布独立，会把土耳其和伊朗搅进来，这就变成4国混战不要忘了，土耳其背后那是有这个欧盟这个伊朗背后那是有这个俄罗斯库尔德人背后谁？是美国再加上如果这场冲突涉及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因为库尔德人是逊尼派，如果伊朗什叶派去镇压逊尼派的话，好，那么沙特会不会卷进来？这个埃及会不会卷进来？这就变成一个宗教的更大规模的混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3级火箭的点炮者就变成了伊朗和这个土耳其，他们这么一掺和进来，就会是更大规模的国家，大国俄罗斯、美国、北约，再加上这个中东的其他的国家，全部会卷入混战，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所以伊斯兰国这个问题虽然现在非常热，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开始逐渐的谢幕了。下一个即将粉墨登场的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这个事情一旦闹起来的话，它的爆炸的当量将远远大于伊斯兰国，这是未来的一个超级热点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宏观节目都看到这样的趋势，美国、欧洲那些顶级的地缘战略家们看不到吗？当然他们看到了。比如说这个最早提出中东地区所谓黎巴嫩化或者后来叫巴尔干化这个概念的这个人是谁呢？叫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2年就已经分析出来，这是未来的趋势。当年他在这个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反思中东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中东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刚刚独立的，这些国家呢，它的内部其实是缺少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它主要还是部族、还是部落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如果它的中央集权政府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那么这些国家内部的它的党派、宗派、宗教这些派别，包括这个部族，就会陷入大混战就会出现类似于欧洲30年战争的那样的一种长期的混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战的局面呢？就是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内部它没有这种所谓民族国家的这种忠诚感，也没有这种急迫性。他们主要忠诚的还是部族还是部落，还是这个宗教的派别。刘易斯在这篇文章中他的主要观点是，中东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刚刚建立的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它实际上没有自己传统的这种政治体系就没有完整的这个政治架构和公民社会的这种意识。所以当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之后，由于大家没有一个效忠的整体比如说政治组织它不完整，公民社会不存在，所以它一定会陷入大规模的混战。党派、宗教派别再加上部落这些长期的混战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分崩离析。这场战争未来发展的趋势就非常像欧洲的30年战争了。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当时的苏联解体之后，新成立这些加盟共和国也面临这些问题。因为当时苏联作为一个大帝国，人为的划分了很多这种加盟共和国的边境，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往往是少数民族，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需求临时凑合起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出现分裂，也会出现类似于中东这个情况，就是出现大混战。所以当我读到这个刘易斯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深受震撼因为他在1992年的时候提前这么远，就已经把现在中东爆发的冲突的根源看得是一清二楚。他甚至预测了乌克兰内战的爆发呀。现在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如他当年的所预测吗？所以这才叫战略顶级高手。那么另外一个高手是谁呢？就是基辛格基辛格在2013年的时候就对叙利亚问题做了一个判断，也是非常的高明基辛格也把这个叙利亚的冲突比作欧洲30年战争。在这篇文章中，基辛格认为叙利亚必须要进行巴尔干化。什么叫巴尔干化？说白了就是要肢解叙利亚。这是2013年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前他就有这个判断。他当时做了3种预测。第一种，巴沙尔取胜就是阿萨德政权站稳了脚跟。第二种，逊尼派取胜。第三种，各民族分治也就是分裂了。紧接着基辛格认为巴沙尔这人必须要拿掉也就是否定了第一种可能，就只剩第二和第三种了。基辛格最重要的观点是，他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哪种结果第二种和第三种，叙利亚这个地方一定会陷入类似当年欧洲30年战争的局面，陷入大混乱这种混战将会持续很多年。这个基辛格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在当年欧洲30年战争的时候，新教和这个天主教派彼此血战了30年就这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直到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之后，再决定我们到底是住在一起还是分开过他说叙利亚的未来前景就是这个前景。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基辛格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叙利亚如果拿掉巴沙尔，必然会走向战争和分裂，这跟我们前几期宏观节目中说到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拿掉巴沙尔，叙利亚的结果是什么？分裂。分裂的结果是什么？冲突和战争，持续几十年。其实这个基辛格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看清楚之后，仍然坚持要拿掉巴沙尔。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诱导和促使叙利亚最终走向这个结局。除了这2位之外，最近一次把整个中东这个问题跟欧洲30年挂钩进行分析的这是美国外交协会的主席这个理查德·哈斯。关于这个人，我记得我在以前有期节目中讲到
反思中国大战略，这是美国外交协会搞的一个报告啊。重磅的推荐人就是这个哈斯。哈斯写了一篇文章，是在2014年7月，也就是在伊斯兰国刚刚崛起的那个时候。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东的新30年战争》。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观点也非常有意思，再次类比了欧洲30年战争。核心论点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除非中东出现了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否则中东地区陷入这个欧洲30年战争那种混乱状态的可能性极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美国而言，中东问题与其是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管理的状态。这话非常拗口，而且也比较晦涩。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翻译，他说的是什么？就是美国不需要插手去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个问题，它是个趋势，是一个发展过程，只需要管理这个过程就可以了。因势利导，根据谁的利益来进行因势利导？当然是根据特殊利益集团的需求来引导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来看到啊，当你把这些顶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的思想汇总在一起，再结合10几年以来在中东发生的很多事情，我认为我自己是脑洞大开了啊。2003年，美国为什么要发动这个伊拉克战争？当初很多人认为是石油，为了石油，但现在我有了不同的想法啊。石油应该不是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用外力摧毁伊拉克的中央集权政府。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坚持拿掉巴沙尔？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摧毁叙利亚的中央集权政府。摧毁了之后，那个地方就没有集权了，那个地方就会陷入巨大的动荡。那么美军后来撤军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军的战略上的失败啊，正好相反，我认为美军撤军是为了腾出战场，来让各派进行厮杀。这是少数利益集团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失败。那么再往后，伊斯兰国崛起了。伊斯兰国崛起之后，进一步使这个地区更加动荡啊。那么它已经完成了点燃第一击火箭，让整个中东的区域战争爆发这个历史工作了。下一步要登场的就是库尔德人了。库尔德人将会追求独立，所以为此目的必须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关键是谁来给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呢？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来看它周边的几个国家，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是断然不会给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为什么？那不是给自己埋雷吗？谁会做这种傻事儿？所以我一直在想，他们的武器是从哪儿来的啊？最近呢，我回过头来看当年发生的这个新闻报道，发现2014年8月11号，法新社有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说，美国高官透露，奥巴马政权已经明确宣布，美国开始直接武装库尔德人。这就对了，这是整个全盘战略的一个必然发展的步骤，就是要库尔德人掌握武器，他才能武装建国。他武装建国之后，才会把土耳其和伊朗卷入冲突啊！这是一盘大棋，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为了使战争未来进一步具有升级的这种动能。所以当我们观察中东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局面越来越混乱，而且这种混乱不可驾驭，而且这种混乱的发展越演越烈呢？这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棋局，再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更长远的顶层设计。我们等着看吧。伊斯兰国这个事情慢慢会退居次要地位，而库尔德人独立这个事情会逐渐越来越重要新闻热度越来越高，因为他一旦宣布武装建国，必然会惹起一场新的大战，它将会成为新的策源地伊朗、土耳其都有可能卷入这场冲突，整个大战将会升级我们如果